离婚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你不用那么大嗓门。我今天找你来不是跟你吵架的。我也不想跟你吵架。你告诉我鹏鹏在哪儿？在我姑那儿。好，何阳，你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说。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吗？过去的事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都过去了，全过去了。咱们可以像以前那样再好好的往下过。你以为我不想过吗？可你让我怎么过？我的命是你救的，是你让我觉得活着有劲儿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咱们会分开。何阳，那我们以后没以后了，绝对没有以后了。妈走了以后，我想了很多，想了很多。我真的发现你变了。你仔细看一看，你浑身上下哪一点还有原来赵鹏辉的影子？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钱钱钱的。在生意场上，你冷酷无情，你恨不得把别人都置于死地。你在外面冷酷无情，你在家里把我和鹏鹏还有妈当成什么了？啊？你以为拿点钱回来，买点礼物回来，我们就觉得幸福，就觉得快乐了吗？你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有了钱之后，还不如没有钱的日子过得快乐吗？你知道当豪姐方拿着你的项链来问我的时候，我心里是什么滋味？你知道我为了挽救咱们这个家，我在范小姐面前我装模作样，我心里有多压抑吗？你知道我看到妈因为你一气之下走了，我心里有多难受？你知道我看到鹏鹏想问又不敢问的样子，我心里有多痛苦？你知道吗？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。离吧。好，我现在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。何英，离，我同意，现在就离，马上就离，我不离我他妈是孙子。你别这么任性好不好？啊？你一没有学历，二没有文凭，你到哪找一份好工作？我这钱不是给你的，我是给我儿子做教育费的。我不想让我的儿子跟我从前一样。像从前有什么不好？我就想让我儿子从小吃点苦，长大知道怎么做人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认死理儿的呢？放心吧，我会教育好我儿子的。孩子以后就托付给你了。以后你要是需要我做什么，就直接给我打电话。不用了，鹏鹏还有妈呢。何英，我送送你吧。妈妈，
慧，准备吃饭了啊！我做了你最爱吃的东西。拿的什么呀？这么多？啊，没什么。红慧，吃饭了。我吃过了，你给我泡杯茶吧。红慧，你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？哎呀，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吃过了，泡茶去。这不是你最爱吃的饺子吗？尝一个呗。我说你费这劲干嘛呀？啊！我都做了一下午了，尝一个嘛。要想吃水饺，不是有速冻的吗？哎，就算你想吃手工的，前面那条街上正宗的东北水饺，你费这劲干嘛呀？泡着。红慧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？你跟我说说。我想一个人在这安静一会儿，行吗？你心里想什么？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呢？你看我有什么想法都跟你说。男人的事儿，女人不懂。睡觉去。我不是一只小猫小狗，你不能用不着我的时候就让我去睡觉啊。彭辉，我也是个人，我希望和你交流。我想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你为什么这么痛苦？我想替你分担一些。分担不了。是不是因为郝静回来了，你不能去接机？和平告诉我的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心里想的什么？你心里还有什么不清楚的？郝解放跟我掰了，何莹不接我的电话，想见儿子也不行，到现在甚至我想接郝静的资格我也没有了，知道吗？这都是因为什么？
的意思是说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我？我没这么说。你就这个意思。彭慧，当初是你跟我说的，你跟他离婚不是因为我，你跟我保证过的。睡觉去。你别给我把话说清楚。这段时间，你对我这么冷淡，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？你心里一直在抱怨我，对吗？好像等着呢。嘿，我说你真是的你。李叔叔，妈妈叫你呢。彭慧，彭慧，不能进去，甭管你不能进去。都谁在里边？何英、解放都在。不行，我要见彭彭，我看看彭不会，不会，你听我说，你一直瞒着彭彭，你现在进去不合适。我看我儿子一眼都不行吗？不会。彭彭就在北京，你可以见他，有机会，但你至少要跟何英沟通一下。啊。解放，有事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干嘛呀，和平？你扫什么兴啊？我见解放一次多不容易啊，下次还说不定什么时候能见到呢。你又不急着走，有的是机会嘛。姐，有句话我必须得跟你说。说。别看你是从美国回来，你又读了什么博士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啊，你是全中国最傻娘们儿。你喝多了吧，解放？我没喝多。和平多好的男人，这么好的男人你不珍惜，还跑到什么美国去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你发什么酒疯？好，解放。解放，你干嘛？我没事儿，我他妈就是难受。在座的都不是外人，我想说几句心里话。你们大伙儿的意思，我都明白。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吧。你们也许觉得我变了，我承认我是变了。可是我对家人的感情，我从来都没有变过，真的。就因为这个，我希望和平赶紧去美国。我的目的很明确，我就是希望能够尽快解决我们夫妻分居的状态。我本来以为和平会惊喜的，我也以为你们会支持和为我们祝福的。看来
你们好像都不高兴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。没有人说你做的不对，静姐。不过，这事儿确实是有点太突然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和平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反正何英解放也都不是外人，你能不能谈一下，你对出国的看法？我是真不愿意做什么你不希望我做的事情。你都已经决定了，我说了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。你至少可以让我知道我有没有改变的必要啊。我不想在这儿说。哎，姐，我看呀，你们俩的事儿还是回被窝说去吧。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是喝酒啊。等会儿，没有什么隐私，也没有什么要躲着、要藏着、要掖着的，就是和平不希望去美国嘛。那你能说说为什么吗？那你说说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能回国呢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国内没有适合我的专业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是我们公司驻亚太地区首席代表的助理了。我们公司马上就要来中国投资了，这对于我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而且我们公司给予我的待遇，其他一切的条件，国内根本没办法比呀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也知道，我刚刚提了政局，是我们部里最年轻的局长。我爸你看见了吧？兵营团级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见过什么世面，享过什么福啊？和平，我跟你说，你必须得走出去。你只有走出去，你才能知道，你在国内坐井观天有多么幼稚。哎，我说你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啊？何静，你就是这么看我的吗？我的努力，我的奋斗，我的价值观，现在在你看来，就比不上那个华尔街的1美分，是吗？和平，你应该能理解我，你应该面对我们俩之间的问题，你一定得走出去。走出去为了什么？你当时走出去的初衷是什么？见世面，享受，金钱，欲望。何静，你跟你爸爸生活了半辈子，你根本就不懂爸爸那个人是靠什么活到今天的，活得那么骄傲。我告诉你，他们靠的是信仰。你不是一直问我为什么不出国吗？当初不愿意，现在也不愿意。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从我记事儿那时候起，我就想让我妈过上好日子，让我爸在外人面前能够抬起头，让我奶奶想吃什么就能吃着什么。现在彭回国解放，下海经商挣钱，你问我想不想下海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想下海，凭我的智商和关系，我挣钱分分钟的事儿。我不是不爱钱，我觉得钱根本就不算什么，我想要的东西更大。这和平啊，从小野心就大。对，我就是个野心家，我就想让中国变得富裕强大，就想让你们这些爱慕虚荣人想回国都他妈求着我们收留你们。傻了吧？彭辉经常看跑步，他不敢。刚才我看见他了，还跟那女的在一起。你现在还一个人？
还在等他。我要是等他的话，我当初就不会跟他离婚了。为这种人伤心不值得。你怎么样，姐夫？这一辈子就想这么一个人混下去了？嗨，我这人这辈子就对2个女人认真，而且呢，这就是我的命啊。有时候想想啊，我觉得我这样也挺好。说句实话，我刚才见着彭辉，我还一肚子气，可后来想想啊，自己也就想开了。何阳，我觉得你岁数也不老，要不然再找一个，即使不结婚，生理上也有需要。看看你，都说些什么呀？这都什么想法呀？跟你呀，就2路子人。哎呀，当初你要是跟了我，也不会有今天。什么意思啊？其实你就从来没爱过我，这可是你跟我说的。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嫁给赵光辉。不管怎么说，也轰轰烈烈的爱过，值了。你呀，就自己安慰自己吧。找什么呢？跑哪儿去了呢？到底是？什么呀？东西摆在那儿好端端的，怎么就没了呢？啊？找什么呢？真是出轨了，这是。找这个吗？你说，北京那么多家餐厅，你怎么就偏偏去了那家？我哪知道呢？啊！本来我带着范小杰想随便出去吃顿饭，我哪成想在那儿碰到了好姐夫，碰到了你，碰到彭总。彭辉，别难受了。当时你真的不太合适进去。华彪啊，我能不知道不合适进去啊？这些道理我都懂。说实话，你没孩子，你不懂那种感受，不知道。像你儿子站在那儿，我站在这儿，
他是儿子，我是爹。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。和平，父子天性。你根本就不知道那种感受。不知道。我跟郝解放其实也没别的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想，反正我是挺羡慕你的。羡慕我什么？羡慕你什么？我羡慕你跟郝静。郝静在国外完成他的学业，你在国内啊，平步青云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相安无事啊，还经常鸿雁传书。真的，我挺羡慕你们这种平静安稳的这种日子。你别乐，平步青云。学成归来，鸿雁传情。快点儿起床了。接了好几个电话催你开会呢，就等你一个人了。快点儿！来，起床！哎呀，起床！昨天晚上是你把我弄到床上来的？对呀，都说喝多了酒的人沉，没想到你这么沉。下次你要再喝多了，我就让大帅来背你，我可背不动，累死我。喂，好，我马上到。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，静儿。哎，最后怎么着了？昨天回去以后没挨老婆刺儿吧？没事儿，你呢？还行吧。哎，今天有时间吗？这几天
我想好好陪一陪郝静。你也别总太晚回家了，把人家一个人撂家里不太合适。啰嗦。行吧。哎呀，你说这人呢，挣多少钱都没用，还得找哥们儿倾诉衷肠啊！啊，你说呢？你呀，说话别太居高临下了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我这个人啊，现在就剩给哥们儿的心灵熬鸡汤了。哼。你那张呢？你说呢？彭辉说他那张撕了，我不信。他说你那张肯定也扔了，我也不信。知我者赵某也啊！我那张是既没撕也没扔，反正就是不见了。铁放，你跟彭辉这辈子真的老死不相往来了。哼，我们俩这辈子也许就是个陌路人了。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你先忙着。回来啦？忙什么呢？我做饭啊。哎呀，做什么饭呢？今天出去吃。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怎么这么高兴？今天签一重要的合同，一把600万。真的？啊！你好。你好。真没想到，我们还能坐在一起喝咖啡。哎呀，其实过了这么多年，有些事儿也就慢慢想开了。人嘛，就那么回事儿，老钻牛角尖儿，老跟自己过不去，其实这也证明自己不成熟。怎么，你现在变得很成熟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说这话特假啊？不是，我是在想，为什么我总是成熟不起来？那你现在一定不顺心。有什么顺心不顺心的？你怎么会认为我不顺心呢？因为你不是那种可以把事儿闷在肚子里的人。别看你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但是你心里根本没想这些。跟彭辉在一起不幸福啊？没有啊，他对我挺好的。真的。可能是我老在家里待着，挺烦的。其实也没什么。你不想说呢，我也就不问了。唉，我算什么呀？我问这句话其实也是多余。别这么说，他真的对我挺好的。李老板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一大摊子算是刚刚铺开，具体难处，
想必你也能理解啊。所以说，在资金拆借方面，我还想得到李老板的大力相助啊。好，咱俩的关系。今天没别的意思，一杯薄酒啊，请。在意那些人，当然包括你。其实我挺能理解他的，真的。他身上那些重情重义的地方，本来就是我喜欢的。我想当初我爱上他，跟这些也有关系吧。可是时间一长吧，他的注意力都在那些上面。自然就会忽略我，本来也没什么，但是我现在感觉到，他好像把那些痛苦的事情都归咎在我身上，他认为是我造成的。你跟我说了这么多，证明你还把我当朋友，那我也就实话跟你说了。我跟彭辉既然已经闹到这一步，他心里有疙瘩，其实我心里也不痛。毕竟我们是曾经过命的兄弟。那你不能跟他谈谈吗？真的就不能再和好了？男人之间的事儿，有的时候你们女人不太了解，你就别勉强我好了。哎，你们为什么不要个孩子呢？也许有个孩子会好一些。他太忙了，哪有时间顾这个？你看你，动不动就是他这样他那样，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考虑呢？你想干什么你就应该做什么，别太委屈自己，好吗？不怕你笑话，他现在就是我生活的全部。有事吗？晚上应酬的时候少喝点酒啊，开车慢点儿。啊。还有别的吗？我下午碰见郝解放了。我跟他聊了一会儿。是他约的你啊，还是你约的他？不是的，我们是在商场碰见的，他陪郝金买东西。那都聊什么呢？
叙叙旧，啊。我们没聊什么，他其实早就把以前的事儿忘了，他还说了一些希望我们俩好的话呢。希望咱们俩好。对啊。那你跟他说咱俩不好了。其实我就特别希望你们俩能早点和好。我跟郝解放是我的事儿，你说这关你什么事儿？那我希望你能高兴一点嘛。你想让我高兴，你想让我高兴以后啊，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，哪儿也别去，既别插手鹏鹏的事儿，也别管我的事儿，知道了吗？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我跟他在一起是因为有爱，如果连爱都没了，那我们之间还剩什么呢？鹏辉他是爱你的，男人嘛，有时候工作压力大，回家就需要放松。别想那么多。鹏辉他不是一个好脾气的男人，但是我觉得他对你还算好。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他。给他一些空间，别压得太紧了。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我好像怎么做都不对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动，我一动他就不高兴，我甚至觉得他根本就不想看见我。有时候他想变成一只小猫小狗，可能他对我还会高兴一点。你怎么了？你这样问我，好像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似的。其实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么晚把你找出来，郝静姐该不高兴了吧？没事。谢谢，我跟你说说，心里舒服多了。那我走了。好，我送你回家。我不想回家。干嘛？鹏辉说不定怎么着急的找你呢。不会的。我觉得他讨厌我。胡说。他嘴上不说，其实我什么都明白。他这段时间一直很痛苦，我知道。他把这些痛苦，我想他是认为我害了他。别这么想啊，鹏辉。是我把他害了吗？别这么想。鹏辉找你的时候，我知道他跟我谈过，不是这样。我是太傻了。其实我早该想到，他心里的那些结是根本解不开的。姐，有时候爱一个人是要做出牺牲的。我是想要牺牲的。我为了他什么都可以做，可是他不要。
怎么着？真想围着北京城转一圈啊？啊？行，我陪着你转。明天的合同我可以不签，会我也可以不开。走啊！又不是小孩子了啊！一生气就离家出走，人家看了不笑话吗？你要是再这么对我，我就真走，我就到一个你永远都找不到我的地方。是，都是我不好，小姐。可你也知道，这段时间我工作压力特别大，借口，你就是知道我喜欢你，知道我离不开你，你就故意欺负人。怎么可能呢？好，我以后啊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，啊。我说过10000次对我好，我再也不相信你的话了。这一次你一定要相信。这样，今天晚上我就好好对你好。走，回家我就对你好，听话。你还真挺有魄力，这么烂的摊子你也敢接？我这也是没有办法。当初来这厂子的时候，根本没有任何目标，大家都开不出工资，知道我有困难就把我收留了下来。我是欠大家的，他们对我有恩呐。现在姐妹们也很信任我，让我把这摊子撑起来，我就得干好它，对得起姐妹们。赵总，您找我？大帅，晚上给我到顺丰去订个座去。哦，几个人啊？就2个人。哦，行，您跟范小姐哈。什么他妈小姐？我老婆是小姐吗？嫂子，行，我马上去啊。我不想去顺丰吃饭了。我这2天胃里老不舒服，就想吃点清淡的。你能回家来吃吗？我做了几个小菜，照电视上学的，应该还不错吧？回来吧，行吗？我都好长时间没在家里吃饭了。真的啊？那我等你啊。好，再见。企业家对你们现在这个厂子有什么复兴计划？有什么计划呀？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？那时候是咱们班数学最差的，一提什么计划，这头就大的不行。我现在想的特别简单，就是找朋友帮忙拉一些订单，再在款式上搞一些创新，别老做一些工作服和学生服什么的，根本赚不了几个钱。我还想过2天去解放他们那边呢，考察一下他们南方那边的服装厂。你笑什么呀？这还没有计划，已经很完善了。我觉得要是真是让你在家带孩子，还真屈才了。你要是跟彭辉能搭帮干的话，彭辉会比现在更好。别老提他，他过他的，我过我的。得，郝静回来这2天，你心软了吧？怎么了？他还想走啊？不知道，那你怎么打算呢？我没打算。来，因为你这么忙，还能把你拉上来，不好意思啊。嗨，这有什么呀？哎，老板娘，再来1瓶二锅头。你说你现在生意做这么大，进来了。还喜欢喝点二锅头啊？嗨，和平啊，别人不知道我，你还不知道我啊？我就觉着喝着二锅头啊，它像个酒，真的。你说什么洋酒啊，喝这喝那的，其实喝那些酒啊，就是喝着给别人看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到这儿来吗？知道，
咱哥仨不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吗？看那老板娘，这么多年，你说这天天的都想什么呀？像这种一成不变的人呢，其实活得特别简单。哎，不信你问问他，他这辈子最操心的事儿不会超过10件。我去何英他们厂子了，何英现在这厂长当的像模像样。我告诉你啊，说不定哪天人就比你强。要这样，我高兴啊！我就怕他一天到晚想不开。真要这样的，我挺高兴的。哎，何英，何英要是有什么难处，不好意思跟我说，你要是知道的话啊，你告诉我一定会帮他的。我给他介绍一些客户，反正成不成的就看他怎么谈了。他们厂子小，基础差，需要帮忙的地方真是挺多的。不过何英挺能干的，能给人信任。我看那些客户还挺相信他的。这就好。其实商场啊，最后讲的就是一个信字。哎，你跟郝静怎么样了？说你做什么决定？你说能有什么决定？大家谁都不谈这个问题，顾左右而言他。不知道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你们俩分开这么多年了，有感觉？别拿你和警方的一套往我身上安。什么叫没感觉？什么叫有感觉？还有感情，爱情。我还就相信那样的话。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我想好了，就算郝静她留在美国，只要她不提出分手，我会等。你这么看我，你以为我是傻子是不是？你不是傻子，你是一病人。我怎么是病人？你和解放有病，你们是病人才觉得我有病。是，你不是病人，你是一圣人，你就不适合活在这个年代。我怎么不适合在这个时代？我现在不活着吗？我没死啊，没死啊。那行，来，病人敬圣人一杯，干了啊！平常阿雄都会乖乖一个人在这里玩。真搞不懂啊，和平这个人呐，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做的？身边照顾他，不管要休业多少年，我都要做到做母亲该尽的。和平哥才是真正的好男人。阿雄，你喜欢他？很难过是不是？要是没你，我就喜欢他。好女人呐，就应该嫁和平这样的男人。对不起，太委屈你了。你这意思，我是坏女人。没想雅恩的孩子。和平，你又喝酒了。你这是在逃避我，逃避我们俩的现实。这也不是你做人的方式。和平，别！静儿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
和平，解放，还有那些朋友说，让我们谈一谈。谈什么呢？你不觉得我们俩现在的生活观念差距很大吗？你的生活观念我不理解，我的生活观念你理解吗？我看见你，就像看见了我爸爸。坦率跟你说，有的时候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特别的苦闷，不愿意过那个一眼就能看得到头的生活。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我们俩的未来像我爸我妈他们那样，一辈子为别人瞎忙活。别人总是说，一个人离开久了，就会有什么样的变化。我一直不相信。哼，我觉得人生观20岁就注定了，我错了。你看你变得多彻底呀！还是你从来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只是我不了解。我们以前珍惜的一切，在你现在看来，真那么的没有价值。我是个自私的女人，你应该不是今天才知道吧？那你的爱呢？和平，你想一想，如果两个人在一起，没有各自发展的空间的话，那会是件多么痛苦的事。反正我会很痛苦，我痛苦，你会幸福吗？既然这样，那你干嘛让我跟你去美国呢？你明明知道我在美国也会不快乐，会痛苦，我痛苦，你会幸福吗？我已经猜到了，你不会去美国，所以你想好了才回国的。你不要把我想得那么有城府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并不是相爱的人都能相守。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在一起。也许我一开始就不应该同意你出国，也许我一开始就不应该同意你拿掉孩子。不要提孩子。为什么不提？永远别提。为什么不提？为什么不提？你不是个自私的女人吗？你不是说你只要事业什么都不要吗？那干嘛还在意孩子呢？孩子算什么？你的爸爸妈妈，你所有的亲人都算什么？李和平，你真够狠的！你明明知道孩子是我永远的痛。狗屁！你永远的痛，我的呢？你的爸爸妈妈呢？他们的痛呢？你想过吗？你那么在意你的伤疤吗？你想过别人吗？你想过别人的痛吗？啊！在你做所有决定的时候，
你想过别人的感受吗？你想过爸爸妈妈的感受吗？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我怎么会知道你有那么痛啊？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放手！你放手！一开始，从我做孩子那一刻，我就知道，我们不可能相爱了，你不会再爱我了。我爱你，我一直都爱你。我们约好了要生一个孩子的。你现在在美国，你在美国还可以多生几个。我一直都爱你。和平，其实我在美国特别孤独，我想你，我想我爸爸妈妈，我也想你们。